我穿越到了连树皮都抢不到的逃荒年代，身边躺着的是快饿死的爹娘，远处是抢树皮打红了眼的村民。就在所有人都要断气的前一秒，我摸了摸眉心，天不绝我的军品空间跟着我穿越了。是真的，是能吃的，无限捕获。这个店里所有东西取之不尽。阿莫，你怎么了？别吓娘！娘，我没事，就是有点虚。小弟，快趁热喝了。你姐夫昨夜冒死回村，从老吴地窖翻出几把野菜干。瑶瑶，你跟爹娘分着吃。外头又来了一队逃难的人，有上百号。领头的说叛军追上来了，最多2日就到。他娘的，没粮没水，咱们这100多口子还能撑几天？都住口！嚷嚷能嚷嚷出粮食来？阿莫，你方才怎么发愣了？是不是又不舒服了？娘，我没事。方才在屋后头方便时捡到点东西。这个好香，还有股甜味儿。沈相公，你们吃的啥？咋这么香？捡到的一点干粮，就这几口。不够分的。军品店里的物资取之不尽，但怎么拿出来，我得想个法子。这位老丈，求你们收留我们一晚。从青州府逃出来，走了3天3夜，实在走不动了。都是落难之人，有多少人？83口，老人孩子都有。娘，你怎么了？你别下地狱！求求你们，给口水喝，我娘快不行了。我们自个儿都没水喝，哪有水给别人？公子，只要1口水，就1口，求求你。你懂医术？略知一二。小女娘家世代行医。世代行医，军品店那些药要拿出来用，正缺一个懂行的人遮掩。先救人，这壶里有水。娘，你醒了。刘叔，屋后头那山洞里还找到些东西，等会儿跟您细说。小女苏锦月，多谢公子救命之恩，敢问公子高姓大名？沈墨，不必多礼，先到屋里歇着。这姑娘欠我个人情，那些药片、碾妇，终于有出处了。你说的山洞就在这儿，之前怎么没人发现？被大雪盖住了。昨夜里我起来小解时，踩塌了雪壳子才露出来。这些瓶瓶罐罐是啥？咋从来没见过？这是番邦传来的医药。现学陈夫子曾说过，前朝有使者来朝，带来过类似之物。阿莫，你跟叔说实话，这些东西到底是哪儿来的？刘叔，有些事不是我不想说，是不好说。但我沈墨可以对天发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咱们杏花村的乡亲能活下去。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往后有什么事，叔给你兜着。瞒得过李振，瞒不过有心人。那个苏锦月，他看我的眼神，分明什么都明白。药性散尽了，退烧药粉和水一起服下。公子，我娘的烧半宿就退了，还有那消毒药水，太医院最好的药铺也治不出这等东西。你想说什么？公子别紧张，我娘的命比我的秘密重。家父曾任太医院院士，6年前蒙冤被杀，我随母亲改名换姓，逃亡至今。公子的药是哪儿来的？我不问，我只知道没有那包药粉，我娘挺不过昨晚。往后有人追问公子的药，就说是小女娘家祖传方子。家父已故，死无对证。你为什么帮我？因为公子在帮我。这世道善心比神仙还蛮横，剩下的路还长，小女可以帮着公子。
往后给乡亲们用药，便要仰仗苏姑娘了。锦月小德请重，公子放心。这个姑娘比我想的更不简单。山匪来了，黑风寨的人！黑风寨，青州府有名的悍匪，杀人如麻。刘叔，我去应对。你一个人不行。你就是领头的，看着像个书生，胆子倒不小。把粮食交出来，饶你们不死！这位好汉，我们都是逃荒难民，实在没有粮食。白天侥幸打了2只野兔，早就吃完了。放屁！老子明明闻到了炖肉香味儿。进去几个，给我搜！啊！我的眼睛！天雷！天雷！是天雷！神仙显灵了！快跑！快跑！神仙！沈相公是神仙，有天雷护体。刘叔，您别这样，我不是什么神仙。这是一种机关灯，和孔明灯道理差不多，只是把光聚在一处。这是真的，不是天雷。我在献血时，陈夫子给我看过一本古籍，里头有记载，只是材料难得，我试了好久才做出这一个。这个黑脸汉子迟早会想明白，那只是光，不是雷。等他缓过来，会带更多人杀回来。刘叔，天亮前必须走，这地方不能待了。姐夫，这个给你。路上捡到一把废弃的猎弓，我修了修。这是啥弓？咋长这样？改良猎弓，用的是省力滑轮，你试试。这弓弦是啥材料？100步之外我都能命中。别声张，等安定下来，我教你做。爹，我给您换贴新膏药。阿莫，你病了一场，像变了个人。你那药是哪儿来的？都是屋后头山洞里的。爹，儿子只是觉得以前太窝囊了，如今这乱世，再窝囊下去，咱们一家都得死。行，不管你变成啥样，都是老子的儿子。糖果，甜的，省着点吃。哥，你是神仙吗？不是，哥就是个读书人。沈公子，这些药粉是小女连夜调配的，路上能用。这姑娘当真是心思玲珑。收拾好就上路，天亮前得走出10里地，叛军和山匪都在屁股后头追着。李正，前头20里就是平安县，但是什么？快说！县城被围了，不是叛军，是朝廷的兵。平州府的兵封锁了县城，说是奉了上头的命令，不许青州来的难民进城。完了，全完了！前有官兵挡路，后有叛军追来，咱们还能往哪儿走？刘叔，我去县城那边看看。你一个人去？一个人反而方便。你们先找地方扎营，等我回来。我跟你去。我懂医术，若需要打点官兵，小女太院西院后的身份，或许能说上话。行，但到了关卡，一切听我的。看旗帜，是平州卫的千户所，那位千户应该姓韩。你认识？不认识，但认得军制。藩邦的机关配和那手电筒一个道理，你拿这个当信物，就说是太医院当年赠予令尊的。这种发光的东西，他们见都没见过，一定会信。沈公子，你身上的秘密真是越来越多了。
都是为了活命。锦月，你信我吗？我信。什么人？站住！这位军爷，请通报韩千户，就说京城太医院裴院判的侄女求见。在下韩平，平州卫千户。姑娘说自己是裴院判的侄女，有何凭证？这是裴世伯当年赠与家父的信物，韩千户请过目。这是何物？藩邦进贡的夜光玉，太医院独有。韩山后若不信，可派人去京城查证。姑娘既然有如此来历，为何会流落于此？叛军作乱，家父不幸遇难，小女带着母亲逃出，想进平安县投亲。上峰有令，青州难民一律不得入城，以防叛军细作混入。韩某也是奉命行事。韩千户，若我们能帮大人，是不可以军中的麻烦。你有粮食，但我知道哪里有。阿莫，都按你说的埋好了，就在前头那片乱石堆下面。一共几处？3处，每处10包，用油纸包好，上面压了石头。就是这里。山鼠的藤蔓枯死后，根茎藏在地下，得挖开石头才能找到。是。找到了，真是粮食！这东西在山里多吗？只有几处，但足够大人的兵士们吃上几日了。韩千户，如今可以放我们进城了吧？放行。到了，终于到了！老天爷保佑，我这走到有城墙的地方了！老天爷保佑啊！一个小院儿，1个月要3两银子，3两银子够普通人家过1年了。不多，但够租下这个院子了。大家按户数分房，先把东西放好。公子，方才在街上，小女听人说了一件事，县令王大人的独子得了急症，高烧不退，上吐下泻，已经3天了。城里的郎中都束手无策，有郎中说可能是疫症，吓得没人敢靠近。退烧药、抗生素、补液盐，军品店都有。锦月，你觉得能不能治？若公子能拿出之前给村民用的那种药，或许能治，但那是县令的独子，万一出了岔子。没有万一，你去准备药箱，咱们去县衙。公子信得过我的医术？你家世代行医，我有什么信不过的？再说了，就算你治不好，不是还有我在吗？是痢疾，已经脱水了，若不及时救治，恐怕……王大人，这是家父留下的祖传秘方药，专治痢疾之症。此药极为难得，若非令公子病情危急，小女也不舍得动用。爹，儿子，你终于醒了！苏姑娘、沈公子，你们是我王家的大恩人，赏银100人在今日。另外，你们还需要什么，只管开口，本官亲自给你们办。落脚点有了，接下来该开药铺了。苏大夫，吃了你2天药，我娘的咳喘好了一大半儿。苏大夫，我家孩子烧了3天，求您给看看。公子，对面那2个昨天和今天都出现了，虽然穿便装，但走路姿态是军人。看到了，脚步间距一致，腰背挺直，不是兵就是差。会不会是冲着咱们的药来的？正常。令灵堂一天看上100号病人，用的药又见效这么快，不引起注意才不正常。今晚打烊后，你先回后院，铺子里我一个人等着。公子，放心，人家要是想抓人，白天就进来了。既然只盯梢，说明还不确定。你知道我是谁？锦衣卫的人吧？平州府锦衣卫百灵所就设在平安县。我们相林堂最近名声太响，你们不来查才不正常。沈墨，杏花村的教书先生，3个月前还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病秧子，如今却拿出此等东西，你觉得我们不该查吗？
私闯民宅就不对了。阁下既然是锦衣卫的人，为何不走正门？走正门，你还会说实话吗？走偏门，你也不会听到实话。坐吧，我叫陆寒，锦衣卫百户，奉命追查青州府一带出现的妖物。有人报称，在青州北边荒山上见到一道天雷劈退山匪，此事与你可有关系？陆百户说的天雷是这个吗？反光铜镜、电池片、开关机关，把烛光聚在一处就能发出强光，说穿了就是机关术。你若不信，拆开看。确实是机关，不是妖术。本来就不是妖术，流民愚昧，以讹传讹罢了。那你们的药呢？太医院都没有的东西，你们从何而来？祖传秘方，陆白虎若是不信，可去京城打听。家父曾任太医院院士，6年前因卷入宫廷医疗事故被冤杀。这些方子是家父毕生心血，有些用到了藩邦进贡的药材，太医院没有记录，是因为押父还没来得及献方就蒙冤了。我查了你这几日的行踪，你用山鼠换官兵放行，带着近200村民入城，安顿乡亲，开铺济民，赚的钱大半用来给村民买粮食。一个招摇撞骗的妖人不会做这些。你手里的东西确实古怪，但只要不是危害朝廷的妖术，锦衣卫懒得管。不过我要提醒你，京城迟早会派人来，下一次未必就是我这么好说话的。还有那个黑风寨的山匪头子跑了，我的人探到他在青州一带重新纠集了人马，有可能会来找你报仇，自己小心。他说的对，京城迟早会派人来，咱们得提前准备。准备什么？既然藏不住，不如主动展示，把一切归功于你的祖传秘方和我的机关术，让上头的贵人会觉得咱们有用。从今天起，这里就是咱们的研发工坊。铁柱哥，这是按复合弓原理改良的反曲弓，竹片加牛筋，不需要滑轮也能增加射程。你带几个手巧的兄弟照着做。这弓比寻常猎弓轻，力道却更足。沈相国，你脑子咋长的？多读书就行。把这些干粮碾碎，混入炒面和糖，用油脂压制成饼，这叫行军干粮。一小块顶一顿饭，能保存1个月不坏。这弓，守城的兵士要是配上这个，叛军还没到城墙根就得倒下一片。王大人过奖，这些都是粗陋仿品，真正精细的还需要实践。这东西行军打仗用得上。沈墨，你这些东西，本官要给守城官兵配一批。大人支持，在下一定全力以赴。有你这些东西，咱们平安县的守城底气就更足了。这才哪到哪儿？军品店里真正的好东西，还一件都没拿出来呢。阿莫，咱们做这些东西会不会太招摇了？万一传到京城，招摇才好，要让朝廷看清楚。我沈墨拿出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有原理可查验的机关术。报，叛军前锋3000人，距县城只有20里。3000人。我手下守军不到500，加上乡勇也不足800，城墙年久失修，守城器械不足，弓箭都没多少，这可如何是好？沈墨，你足智多谋，可有什么退敌之策？叛军最大的优势是人数，最大的劣势是补给，只要守住头2进攻，拖到他们粮尽，自然退去。可怎么守？800对3000，箭矢都不够用。给我3天时间，我能做些东西。3天后，叛军到城下时，我交到守城弟兄们手上。阿莫，10把，全是这种改良猎弓。这些响箭咋跟以前不一样？这外壳是啥材料？别问材料，天亮之前，你们带人把这些东西搬进兵器库，就说是工坊连夜赶制的。这个叫防刺轻甲，发给守城门的弟兄，挡不住大刀猛劈，但能扛住流线和刀尖。这么多人，怎么守得住？韩千户，让弓箭手换这个，射程比寻常猎弓远1倍，精度翻3倍。这弓哪儿来的？工坊3天3夜赶出来的。配这种箭头，能射穿皮甲。
信号弹、防刺符都准备好了，来吧。放箭！快放箭！千户大人，箭矢不够了，顶不住！那是什么？天亮了！弓箭手换复合弓，瞄旗手和头目。继续放，继续放响箭！退了，叛军退了！你那响箭太好用了，有了这玩意儿，叛军夜战根本占不到便宜。这只是试探，真正的硬仗在后头，他们还会再来。沈相公说了，把这药粉倒进上游水里，无色无味，喝下去半天才发作，不会被人发现吧？放心，这是苏大夫娘家祖传的方子，查都查不出来。怎么回事？半个营都在拉肚子！大人，不知何故，取水的弟兄全都上吐下泻。是朝廷的援军，平州府的旗号。叛军跑了，平安县解围了。你就是沈墨，那个能造响箭、做改良猎弓、治行军赶粮的沈墨。正是在下。沈墨，我查过你，3个月前，你还是杏花村一个病得下不了床的教书先生。但一个教书先生，从哪儿学的这些？县主的书房里藏书颇丰，我自幼喜欢杂学，后来家道中落，走南闯北，见过不少手艺，不过是触类同通罢。将军要的是能做事的人，还是一个出身清白的书生？哈哈哈哈！好，乱世不问出处，有本事就够了。本将奉旨评判，如今正缺能人异士，你那些机关器械若能在军中推广，必让我军如虎添翼。沈墨，你可愿来本将军中效力？敢问将军，需要在下做些什么？随军评判，你的响箭、复合弓、行军干粮，我要你在全军推广。事成之后，本将为你请功，保你一个前程。在下愿意，但有一个条件。说，无论在下随军去往何处，都要带上我的家人和乡亲，他们是我从破屋一路带出来的，我不能把他们丢下。哈哈哈哈哈！重情重义，是条汉子。好，本将答应了。公子，听说你答应随秦将军评判了。3日后出发。锦月，你不必跟我去，军中凶险，你一个姑娘家，正因为凶险，才更要去。公子的药品需要有人解释来源，公子受了伤也需要人医治。况且，公子走了，小女留在城里也没意思。锦月，等这仗打完再说。从破屋那天起，这姑娘就一直在帮我，如今连随军出征都不肯留下，她比什么都重要。沈墨，你说要先改良通讯，怎么改？这是改良过的短途传音器，用特定频道互通声音，范围5里。大牛哥，你在队尾听到我说话吗？听到了，这玩意儿太邪乎了，跟在你耳边说话似的。 5里之内及时传音，这比传令兵快10倍不止。这也是机关术。对，利用特殊磁石共振传声，材料难得，目前只做了2对。军需官大人，从今天起，军粮里加这个，把炒面、盐、糖和油脂压制成饼，油纸包裹，1小块顶1顿饭，能存1个月不坏，比生火做饭快，不怕雨淋。沈先生，有这法子，自重能减3成。这是按沈相公改良的图纸做的，反竹弓，竹片加牛筋，射程比你们手里些破弓远1倍。沈墨，这望远镜能看到10里之外，你的对讲机能5里传音，你的干粮能让辎重减3成，你的弓让普通病俗的射程翻倍。你到底是什么人？一个想活下去的教书先生。这些东西的制作图纸和原理，在下已经全部整理成册，将军随时可以战报兵部查验。不管你是谁，
只要你还站在我这边，我就当你是自己人。将军找我。兵部密函，你自己看。这是冲我来的，我的那些东西被人捅到京城去了。本将已回函兵部，说你的器械都是改良之物，绝非妖术，但兵部未必会信。朝廷派了一位钦差，已经在来的路上。周文渊，此人素来以刚直闻名，最恨怪力乱神之事，落到他手里的人，不死也得脱层皮。将军，在下有一事相求。说。钦差来了之后，请将军不要替我辩解，只让他来查我。你什么意思？我所有东西都有图纸、有原理、有拆解构造，经得起查。他要查，那就让他查，当面拆给他看。你得想好怎么应对。那就让他亲眼看看这些妖术怎么变成机关术。谁是沈墨？在下沈墨。周大人要查的妖术邪气都在这里了，每一个零件，每一张图纸，在下可以当面解释。哼。这是何物？一种聚光灯，用反光铜镜将烛光聚集，再以水晶片收束，形成极亮光束。大人可以亲自试。确实是机关。这个呢？改良裂弓，利用滑轮省力原理，弓弦材质是特殊处理过的瘦金，普通裂弓拉力越大越难拉，这把弓拉到满反而不费力。大人若有力气，可以试拉。这是想见的改良版，用特殊火药配比制成。分层燃烧，底层推送升空，上层爆发强光，和军中号炮一个道理，只是更精巧。沈墨，你说的都对，但你要明白，有多少人宁愿相信鬼神，也不愿相信学问。这是御史台弹劾秦将军的奏折，秦将军藏有妖人，以妖术护乱军心，若不处置，恐生大变。周大人，这弹劾折子上写的“天雷劈匪，响箭如日”，和在下方才拆解的手电、信号弹是同一批东西。每一样都能拆开，每一样都有图纸。敢问大人，可还有别的证据？没有，但锦衣卫北镇府所也转来一份调查报告。锦衣卫百户陆寒在青州一带暗访月余，结论是确属机关之术，并无妖异。陆寒，那份调查报告原来是他上的，这人情我记下了。以后你拿出任何新东西，必须先经老夫查验，确定是机关之术方可使用。在下愿将所言器械悉数编写图解，献与朝廷军器监。评判结束之前，我保你无虞。多谢大人。好险，这周老头是出了名的难缠，你居然能说服他。因为我确实没用什么妖术，评判结束之前保我无疑。言下之意，评判结束之后就不一定了。景远，到我身后。沈墨，好久不见！你以为那道天雷能吓住我？所以你是来报仇的？报仇也收钱？你要是识相，把那些机关交出来，我可以考虑饶你一命。找死！什么东西啊！拿下！黑风寨的山匪怎么摸进来的？应该是收了叛军的银子，趁夜潜入营地行刺。叛军买通山匪行刺，是本将疏忽。将军，黑风的事让在下想明白了一件事：光靠别人保护不行，我得有一支自己的兵。自己的兵？从军中挑选50名精锐，专训改良器械作战。夜间突袭、渗透侦察、斩首刺杀，这些活常规部队干不了。装备由我出，训练由我管，编制仍归将军麾下，只听军令，可称神机营。编制归我，军费你自己扛。你这是想培植自己的势力？将军误会了，我只是想活下去。叛军能买通山匪摸进我帐篷一次，就能有第二次。在下愿意为将军效犬马之劳，但前提是自己先能活着。行，给你50个人，但有一条，这些人必须是我军中的兵士，
只听军令。你若想用他们做别的事，需经本将同意。多谢将军，接下来的训练会让你们恨我，恨完了，你们就是天下最强的兵。带他们去城外废弃庄园，从今天起，吃住都在那里。第一课，负重越野，每人背30斤沙袋，绕庄园跑10圈，50人够了。配上复合弓、强光手电信号弹，这支神机营会是叛徒晚上的噩梦。大牛，你带10人从左边摸进去，先端掉哨兵。铁柱，你带10人守外围，用复合弓点掉跑出来的。剩下的跟我直插粮仓。强光手电亮起来的第一瞬间，他们会有3息之芒。这3息之内，把箭全射出去，然后不管结果如何，立刻撤。放箭！点火完成，撤！沈墨，你这支兵比我想的还狠。粮草烧了大半，叛军撑不过3天了。3日之后，本将亲自率军攻城，让你那神机营跟在我前锋后面。遵命。阿莫，你可算回来了，娘天天做噩梦，怕你在战场上有个好歹。娘，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公子，小女有一件事一直没告诉你。其实，小女并不姓苏，小女本姓裴，家父其实就是裴院判裴文渊。当初裴家蒙难，家母带着我改名换姓，一路逃亡，最后遇到了公子。为什么不早说？因为公子是朝廷的人，若让人知道我的身份，会连累你。但现在朝廷的钦差来查你了，御史台弹劾你了，我不能再瞒，让你稀里糊涂替我担风险。朝廷的猜忌迟早会来，与其等他们动手，不如我们主动抽身。云州天高皇帝远，有你舅舅接应，有神机营，有军品店的装备，未必不能闯出一片天地。御史台弹劾的折子虽然被周文渊压下了，但那老头说得很明白，评判结束之前保我无疑。言下之意，仗打完，清算就来了。所以公子才问起云州。对，狡兔死，走狗烹。朝廷连秦将军都明升暗调，我这种来路不明的能人，打完仗就是最大的隐患。你舅舅在那边有旧部，是最好的增肌。公子当真愿意放弃前程？你在军中已经做到这个地步，秦将军赏识你。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前程是朝廷给的，朝廷也能收回去，但北境，我们自己打下来的地盘，谁也收不走。那公子打算怎么做？先站稳脚跟，再图翻案。你父亲的事，时机不到不能公开。到了北京，得听我的。秦烈平叛有功，着防平北将军，即日调北境戍边，神机营暂留青州候命，所持器械悉数急交军器件查验。明升暗降，把我调到北境那虎寒之地，还要扣下神机营，这是要解除你的武装。将军不必自责，在下早就料到了。本将对不住你，当初拉你进军中时，承诺保你前程。如今将军，北境戍边，将军手上仍有兵，在下手上还有图纸，有脑子，有一批能工巧匠。到了北境，天高皇帝远，朝廷想管也管不着。你想说什么？与其在青州等着被军器简盘剥干净，不如跟将军一同北上。云州一带有大片无主荒地，将军有权划破荒地给流民屯坑，我的人可以在那边垦荒扎根，同时替将军打造军备。名目上是屯垦，实际上是替将军经营后方。朝廷不信任你，但我信。到了北京，你只管放手去做，只要不对付朝廷，不祸害百姓，本将就当不知道。将军这份信任，沈墨记下了。刘叔，朝
朝廷的旨意下来了，我要随秦将军北上云州。您带着乡亲们以北京垦荒的名义先行一步。云州那地方孤寒得很，但总比留在青州被清算强。行，我带老弱妇孺先走，壮拿力留下多少？周大牛和赵田禄带10个神机营的兄弟暗中护送你们，其余人随大军北上。锦月，你联系你舅舅了吗？信鸽已经发出去了，舅舅会在云州接应，备好落脚点和粮食。好，刘叔，到了云州之后，先找裴延庆，他是锦月的舅舅，会在那边接应。乡亲们暂时在他山寨附近安顿，等我到了再统一规划。阿莫，杏花村100多口人的命，是你从破屋里捡回来的。你往哪儿走，我们就跟到哪儿。这才刚到云州地界，就冻成这样。前锋哨报，前面10里就是云州城，但这一路全是冻土荒山，连个避风的地方都没有。把这个发给冻伤最重的弟兄，冻伤膏，先把暴露在外的皮肤涂上。你连这个都背了？北京什么天气，来之前就打听过了。大牛哥，这是防寒面罩，发给队委那些老弱。像，太像了！你和你娘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些年您受苦了。我受什么苦？是你们娘俩受苦。这位就是沈墨沈公子，锦月在信里把你夸上天了，说你是什么神机妙算，手上有比朝廷还厉害的东西。裴叔若不嫌弃，叫我阿莫就行。哈哈哈哈哈！痛快！老子就喜欢你这样的年轻人。走，进山说话。这地方比想象中更理想。云州城以北全是无主荒地，朝廷的政令打不到这边，胡人偶尔南下骚扰，但不成规模。分3幕走。第一步，立足，用军品店物资换银钱和粮食，向云州府申请垦荒许可。秦将军有权划拨荒地给流民屯垦，乡亲们就是第一批屯垦户。裴叔的旧部熟悉地形，先帮乡亲们选好落脚点。这好办，山脚那片河滩地有水有柴，开出来就是好田。第二步，经营，改良农具，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同时把军品店里的精炼盐、高纯度糖特效药品包装成北京特产，通过商路卖到南方去。杏林堂分号可以设在县城里，治病救人的同时，那些药就有了合法的流通渠道。第3步，壮大，吸引流民来云州定居，神机营扩编，装备由军品店提供，训练由老队员负责。沈墨，你这3步走，屯垦、经商、养兵，哪是什么屯演，这是裂土封疆。在下从没想过裂土封疆，只想替朝廷守边，替将军守边。跟你说话，总觉得自己是听令的那个。行，你放手去做，朝廷那边我给你顶着。3个月前这里还是冻土荒山，3个月后村寨、田地、兵营、药房全齐了。沈墨，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不是我一个人，乡亲们有地种就有力气，裴叔的旧部有盼头就有干劲，我不过是搭了个架子。阿莫，我们这群老家伙在山里窝了6年，今天总算能正大光明住到平地上来了。裴叔，这只是开始，往后咱们的地盘还会更大。阿莫，云州府的批文下来了，垦荒屯田使9品，官职不大，但在云州有这层皮，做什么都名正言顺。9品虽小，却是朝廷给的名分，有了这个，咱们在云州就不是黑户。这里就是我们的根了。阿莫，你过来，我时日无多了，有件事儿想问你。你说。阿莫，你愿意娶锦月吗？我愿意。好，我知道你是个有本事的人，也知道你心里装着大事。锦月跟着你不会受委屈，我走之后，你们就把亲事办了吧，别让她一个人孤零零的。娘，
您放心，我在一日，便护他一日。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好，礼成。沈墨，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聪明。但老子知道，你不是坏人，好好对他。现在该叫沈夫人了。将军放心，锦月，从破屋那天起，我就想跟你说一句话。什么话？谢谢你不把我当妖怪，在这个世界上，你是第一个知道我秘密的人，也是唯一一个不怕我的人。谁说我不怕？第一次看到你掏出那个发光的东西，我都吓坏了。但后来我发现，不管你有多少稀奇古怪的东西，你还是那个心软的教书先生。来，我给你看样东西。检测到宿主核心秘密向信任者公开，军品补给系统全线升级，即将对2人进行体传。难怪你的东西都那么奇怪，这里的一切都不像这个朝代的东西，这些药，这些器械，这些发光的物件。因为他本来就不是，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跟着我一起来，但既然来了，就得用他做点事。这些秘密，你打算瞒多久？能瞒多久是多久。秦烈早晚会被调走，朝廷的猜忌不会因为周文娟压下一次弹劾就消失，迟早有一天，这些秘密会保不住。到那时候怎么办？到那时候，我们就强大到让他们不敢动我们。锦月，以后的路还很长，秦将军不可能在北境待一辈子，朝廷迟早会注意到我们。我得提前准备一支就算没有秦将军庇护，也能保护所有人的力量。你愿意帮我吗？夫君说哪里话？我都是你的人了，不帮你帮谁？从破屋风雪到北境扎根，从孤身一人到有家有业，何其幸运，能遇到这样一个人。不管你有什么秘密，我都跟定你了。阿莫，这个月又收了300流民，南边来的，说老家遭了蝗灾。照老规矩，壮劳力编入垦荒队，老弱妇孺先送杏林堂检查身体，孩子进学堂，让工房照着这个做50把，比现在的弩轻1半，射程翻3成。好嘞。沈哥，500人全训完了，夜战突袭、渗透侦察、信号协同，你要的那套战术，他们都熟了。胡人今年南下比往年早，探马回报，边境上已经发现小股游骑，加双岗哨，夜里巡逻从3班加到5班。阿莫，秦将军当年走的时候跟你说了什么？朝廷不信任我，但他信。这些百姓托付给我了。胡人今年的动静比往年大，探马说北方几个小部落被一个大部落吞了，人马合在一起，号称10万。安逸日子快到头了。秦将军，周大人，陆百户，什么风把你们吹到我这穷乡僻壤来了？哈哈哈哈哈！穷乡僻壤，沈墨，你这几年动静可不小，都把你传成活神仙了。都是商人们夸张。3位里面请。沈墨，当年老夫查验你的器械，虽确认是机关之术，但也说过会盯着你。这些年来，你在北境的所作所为，朝廷都看在眼里。所以呢？陛下有旨，北境屯田使沈墨致敬有功，实废云州别驾，兼北境团练使，统领北境3县军民政务。云州别驾，正6品，北境团练使，手握兵权，朝廷一下子给我2个要职，这是什么意思？给你升官，是因为朝廷有求于你。胡人大举南下，号称10万铁骑，朝廷在北境兵力不足3万。沈墨，朝廷需要你的人、你的器械、你的法子，只要能挡住胡人，你就是大梁的功臣。周大人，御史台那边怎么说？
那些腐儒什么也不懂，就知道弹劾。老夫不过是实话实说，沈墨无叛逆之心，能用之是朝廷的福分。北战府司一直在暗中调查沈先生的产业，所行之事皆为利民之举，并无谋逆之心。三位为我说话，沈墨记下了。别忙着谢，挡得住胡人，你是功臣；挡不住。将军、周大人、陆白庭，请替我回奏陛下，沈墨守土有责，必不负圣恩。爹爹，夫君在看什么？看10万铁骑，也看咱们的城。怕吗？不怕，我守着的从来不是一座城，是跟着我的人。10万铁骑又如何？我有备而来，也有必须守住的人。胡人前锋距此还有5日，从今天起，全城进入战时状态。神机营500人全部归队，取消休假。神机营已在训练场集结完毕，随时听令。工坊从即日起3班倒。大牛哥，你盯着军械，复合弓再赶100把，弩炮弹药加倍生产。明白。工坊炉火就没熄过，我亲自。刘叔，村民便入后勤，壮某力负责搬运弹药加固城墙，老弱妇孺便入炊事队和救护队。已经在编了，各家各户都出了人，没有一个躲的。锦月，你从杏林堂挑20个懂医术的学徒，组医疗队，急救包和药品我来出。医疗队已经挑好了，急救包的数量够不够？够。裴叔，你带旧部编入神机营。那些老兄弟跟胡人打过半辈子仗，经验比年轻人多。老子等了6年，等的就是这一天。3年攒的，一次全拿出来，给每一个能拉弓的人都配一把。大牛哥，告诉弟兄们，等了3年，等的就是这一天。先锋，大约5000骑，是来试探的。同志，就肯骂人！哼，他在骂城上的人都是缩头乌龟，不敢出城迎战。沈哥，让我带一队人出城会会他。不用，信号弹单发，照他头顶打。复合弓手瞄那个百夫长。弩炮，准备。退了，胡人退了。首战告捷，你打算怎么庆祝？不用庆祝，这只是探路的，主力还在后面。弟媳，主力来了，不下10万。这么多人，怎么守？都抬起头，看着我。10万骑看着吓人，但他们有个最大的问题，他们没见过我们的东西，他们没见过能射穿皮甲的箭，没见过能照亮夜空的响箭，没见过能把投石车炸成碎片的炸药。今晚，让他们先见识一样。齐射！今晚，给他们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神机营夜袭队，准备出城。中军大帐，狼头大地下面，记住，3轮齐射就撤，不许连战。明白。放箭！天兵下来了！不要乱！不要！
一夜折损至少3000，大半是自己踩死的。3000是保守估计，他们的中军大昨晚至少折了5个千夫长以上级别的将领。这就是我要的效果，让他们还没攻城，先怕天黑。沈墨，你到底还藏了多少东西？所有弩炮瞄准投石车，放！沈哥，东段城墙被云梯搭上了，弟兄们顶不住了。裴叔，跟我去东墙。老子守的城门，你们也敢上来？夫君在上面，我就在这里。你下去包扎，城头我盯着。不用，能撑住。今天他们折损了多少？少说5000，但我们也伤亡了200多，箭矢快见底了，弩炮弹药剩不到30%。你怎么没擦脸？忘了，今天送来的伤兵372个，救回来211个。你答应过我，会活着回来。回来了吗？这东西我本来不想拿出来的，太难解释。周文渊要是知道了，非扒了我的皮。不过先活下来再说。沈哥，胡人又在集结了，所有人退到城门后，准备巷战。不用巷战，投石机，把这个甩到冲车下面，一个就够。趴下！所有人趴下！神机营出城追击，把溃兵往他们大营方向赶。大汗命我来议和，请将军开出条件。第一，退出北境300里；第二，赔偿战马1000匹，牛羊万头；第三，10年不得南下。3条，1条不能少。300里太多，我部牧场都在那片区域，战马1000匹也太重，可否减为500？告诉你们大汗，这次炸的是茶盏，下次炸的就是他的中军大棒。秦将军，合约生效，记住我说的，下次就不是一小撮了。10万铁骑被你一个炸药包加一撮粉末解决了。沈墨，你这回该怎么跟朝廷解释？实话实说，改良火药配方，配方已经写好，图纸画好。周文渊要是问，就拆开给他看。你连解释都提前准备好了。哈哈哈哈哈！阿木，胡人的战马和牛羊3天后交割。你小子，老子跟胡人打了半辈子，从没见过他们这么痛快的签字画押。陛下，北境大捷，胡人10万铁骑南下，云州别佐沈墨率军民死守城池，一战炸毁敌军巨型冲车，斩首数千，迫使胡人大汉签订合约，退出北境300里。听说那沈墨用的不是寻常兵器，是妖术。
臣亲赴北境查验过沈墨所有器械，每一件都有图纸和原理说明。改良火药配方，臣已带回交由军器件复核，确属机关之术，绝非妖法。锦衣卫北镇府诉3年调查报告在此，沈墨所造之物皆有原理可行之事，皆为利民之举，无一事可指为谋逆。沈墨守土有功，传旨封沈墨北境侯，10亿3000户。其次，裴文渊旧案，着3司重启调查。圣旨上还有一条，你父亲的案子，朝廷要重启调查了。6年了，父亲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爹，您听到了吗？女儿做到了。草民裴炎炎曾任边关校尉，兄长被害后带旧部流落北境。这箱中之物是当年裴大人被诬陷前托付给草民保管的医案副本和往来书信。这些书信为何当年不拿出来？大人，当年裴大人被抓得突然，刘崇买通了所有能接触案卷的人。草民若当时拿出这些，不仅救不了裴大人，这些东西也保不住。草民只能等。还刘崇。刘崇，这封密信可是你亲笔？大人，这分明是伪造。裴文渊死后6年，他的余党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假信。刘大人说信是伪造的，那您左手背上那道疤还在吗？家父医案中记载，刘大人左手被药炉烫伤，是家人亲自为您包扎，这道疤能伪造吗？刘崇，伪造罪证诬陷同僚，买通内侍，你可知罪？刘崇诬陷同僚，伪造证据，买通内侍，致使裴文渊含冤而死，革去功名，发配边疆，永不赦回。威武崇！圣旨到！裴文渊冤案得雪，朕心甚慰。裴文渊官复原职，其女裴锦月即封县主，赐号昭雪，钦此。臣女领旨谢恩。爹，您可以安息了。舅舅把证据都留下来了，沈墨帮女儿整理了所有的案卷，那个害您的人已经伏法了。您临终前说要女儿好好活下去，女儿记住了。女儿嫁了个好人，他叫沈墨，是个教书先生，也是个很厉害的人。大哥，你在天上听见了吗？阿莫在不在？这连弩图纸上有个地方我没看懂。在城楼上，他说今天要给念念看日落。爹爹，骆驼。那不是骆驼，是驼马，驮着咱们北境的琉璃和药材，要卖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娘，爸爸。夫君在想什么？在想这一年，从苏父平反到现在，总算过了一段安稳日子。但还不够，北境需要更多的流民来垦荒，需要更多的商队来贸易，需要更多的学堂让每个孩子都能识字。我们的女儿将来长大了，不能只认识草药和弩机，她得读书。你已经在想那么远的事了。远吗？念念明年就该开蒙了。念念，记住这个地方，这是咱们的家。秦将军，
怎么不提前书信通知一声？来不及，我从京城直接骑马过来的。沈墨，朝堂上有人在动你，弹劾我什么？拥兵自重。你倒猜得准。御史台3个人联名上折，说你北境侯手握神机营，又兼团练使，军政一把抓，若不收权，恐成伟大不孝之事。这次不是周文渊能应住的，折子直接递到了御前。意料之中，仗打完了，胡人退了，我没了敌人，就成了最大的隐患。神机营编制交还兵部的文书，3天前就写好了，500人只留500亲卫，其余全部归入北境卫所。将军过目。打完胡人那天晚上写的，拖到今天是等朝廷先开口，先开口就显得是被迫的，自己主动交显得识大体。沈墨，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也是最懂分寸的人。活得久才最重要。兵权是朝廷给的，朝廷要收回去，我多留1天就多一分杀身之祸。这份文书我替你递上去，500亲卫够你在北境安身立命，别再扩了。放心，我有数。对了，京城那边还有别的风声吗？沈墨，朕听说你在北境用了一种响箭，能在夜空中炸开，亮如白昼。有人说那是天降神兵，也有人说那是妖术，你自己说那是什么？陛下，此等诡异之物，非妖术而合，臣请陛下明察。陛下，是机关术。此物构造与军中号炮同理，底层火药推送升空，上层特殊配比的火药爆发强光。臣已将全部图纸和配方呈交军器舰，军器舰可复折。若有一处非机关之术，臣愿领欺君之罪。陛下，军器舰已复折完毕，沈墨所成图纸配方均可复现，此物确属机关术。即使机关术，沈墨，你可愿当殿演示？臣遵旨，请陛下移驾殿外。请陛下与诸位大人看仔细。这光比太阳还亮，若用在夜战中，敌军根本无处遁形。好一个机关术！沈墨，你这响箭朕亲眼看了，是真本事。传旨，北境侯沈墨手边有功，器械精良，4斤100两，锦缎白匹，准北境侯府世袭往诣。臣谢陛下隆恩。今天这关过了，但别以为就没事了。御史台还有人在盯着你。我知道，弹劾我拥兵自重的折子，就是他们递的吧？对，你主动交还兵权的消息还没传开，等传开了，那帮人暂时没话可说，但他们会找别的茬，小心为上。陆百柱，你帮了我3年，我一直没机会当面谢你。今晚有空吗？请你喝酒。行。从青州到平安县，从平安县到北境，你的每一张图纸、每一包药、每一个经手的人，我都查过。查出了什么？查出来你用的都是机关术，查出来你救的人比害的人多，也查出来了当年的案子。苏锦月的父亲裴文渊，他和我父亲是至交。裴院士被诬陷那年，我父亲因为替他辩白，被牵连贬官，3年后郁郁而终。我加入锦衣卫就是为了查清这件案子。我在北战府司爬了6年，翻遍了当年所有卷宗，找到了被销毁的议案副本，锁定了刘崇，但缺一个能跳动3死的人证。然后你出现了，带着裴延庆，带着那箱书信，你把刘崇送上了大理寺。为什么不早告诉我？锦衣卫查案不能站队，我若早说了，北镇抚处会怀疑我的调查动机，苏锦月的冤情也就翻不了。现在案子结了，我父亲九泉之下也能闭眼了。
所以今天我才能坐在这里跟你喝这顿酒。鹿晗，我查了你3年，最后发现你不是妖人，是个好人。这算是锦衣卫的认证吗？当然算。沈侯爷，下官按您当年留的图纸仿制的，精度跟北京原品差了3成不止，不知哪里出了问题。不是直接晒干就用的，得用盐水浸泡3天再阴干，韧性才够。箭头淬火时水温要控制，太冷太热都会影响硬度。拿炭笔来，我画给你们看。钢在高温时急速冷却会变脆，所以要回火，就是用低温再加热一次。消熟7成，硫磺2成，木炭1成，分层填装，压实后蜡封引烘。保护侯爷！待在车里，别出来。夫君，刚撬出来，黑风寨残余和御史台一个被弹劾过的贪官联手买凶，我来迟了一步。不晚，正好赶上收场。你怎么这么傻？你明明可以躲开的。护着你，才不傻。刺客招了，出钱的就是当年在朝堂上弹劾你的那个刘御史，他因贪墨被降职，把这笔账算在你头上。黑风寨残余是他雇的刀。刘御史还供出了一件事，当年陷害裴院使的副使刘崇，入狱前曾将一批金银寄存在刘御史家中。铁柱，黑风寨残余还有多少人？探马刚回来，大概20来个，藏在青州北边一座废山寨里，群龙无首，已经不成气候。你带200神机营兄弟，配合陆百户的锦衣卫，3天之内清干净。陆兄，刘御史那边，锦衣卫已经去抄家了，北镇抚司的手令昨天就到了。沈墨，你有种，老子做鬼也不放过你！我说过，下次你就没这么好运了。800里加急，送京城秦将军府。阿莫，黑风寨那20几个残余全部清掉了。鹿晗带锦衣卫搜出了山寨里的兵器库和账本，够给刘御史定罪了。内忧外患，到今天才算真正清干净了。甘草，草和雨瓜，味甘适平，调和诸药。3位远道而来，尝尝北京自己酿的麦酒。沈墨，老夫5年前查验你的器械时，万万没想到你会做到今天这一步。北境3县从一片荒原变成塞上明珠，你知道京城现在叫你什么吗？什么？北境柱石。连陛下都在朝堂上说过，若无北境侯，北境半并已属胡人。没有3位在朝中力保，我也走不到今天。这一杯，敬你们。爹爹，我把甘草那一章背完了。念念真厉害，明天爹教你认星。北境冬天的星星比京城还亮。你怀里抱着咱们的儿子，我感觉像做梦一样。不是梦，这是你一步一步走过来的。风雪还没停，但这一家、这一城、这一方水土，再也不会被风吹散了。那个世界的门，大概
大概永远不会再开了。也好，我的家人，我的责任，都在这里了。